林远志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2万块盖房钱，1台大彩电，拿得出来吗？赵叔，这5000块是我3年攒下的全部。那就是拿不出来。小曼，你说句话。我等他开口，可他一低头，我就知道自己输了。5000块也敢来提亲？我赵德贵的闺女，就是嫁到再差的人家，也不跟你过苦日子。这脸丢大了。没房还想成家，想啥呢？兄弟，别怪我说话直，你这条件耽误小曼。这500拿着，买条好烟散散心。我想把那500块砸回他脸上，可我爹的话压着我，人可以穷，手不能脏。哟，还真捡啊！我的钱我捡，你的钱我嫌脏。林远志，你装什么硬骨头？你连房都没有，5000块还不够买个坑？还真有个坑。河东废粮站塌了半边，后头一片烂河滩，全镇10年没人要，5000块估计能拿下。那地方白送都没人住，去年还淹过水呢。林远志，你不是有骨气吗？去买啊！买完跟那破粮站过日子。远志，别冲动。我刚才最冲动的时候是还想等你回头。林远志，你今天走了可别后悔。后悔这2个字，你们留着慢慢用。我攥着那5000块，直接去了镇资产代办点。那原本是娶媳妇儿的钱，现在我要拿它买一条自己的路。远志，你脸色咋这么差？刘叔，河东废粮站5000能不能办？你问那个干啥？那地方荒了30年，年年积水，上一个买的人连鸭棚都冲没了。多少钱？挂牌8000。你真想要5000也能办，可你想清楚，那可是你的全部家底。合同拿来。你这是刚从赵家出来。远志啊，受点委屈不丢人，别拿后半辈子赌气。我不是赌气。那你是图啥？图有个地方，别人赶不走我。签了就不能反悔，房塌了自己修，河水涨了自己扛。我认。拿着吧，从今天起废粮站归你管。那串钥匙不重，可我拿起来的时候，像把自己后半辈子都提在了手里。今晚有雨，那屋顶漏得厉害，漏就补。塌呢？塌了再垒。拿到钥匙后，我骑着旧车往河东走，路越走越烂，风越吹越冷，可我心里反而静了。至少这一次，门是我自己开的。他们倒也没全说错，真得撑伞睡。你没人要，我也没人要，以后咱俩搭伙。刚来就下雨，老天爷也想看我笑话。那场雨下得很急，屋顶漏，墙缝漏，地面也反潮。后院，我本来以为这破粮站是在给我下马威，直到后院那声闷响传来，我才知道这块地不是要赶我走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是空的，不是高兴，是怕。穷人突然撞见横财，最难的是收手。人可以穷，手不能脏。养鱼杂技。开门啊！哈哈哈，听说你那破院子塌了，我来看看笑话。开门！我倒要看看5000块买了个啥烂摊子。我以为那场雨要冲走我最后一点家底，后来才知道，他是来给我开门的。这个坑，不能让他们看见。那一夜我没睡，雨停了，风也停了，可我脑子里全是那枚银元和那本旧笔记。我不敢碰，也不敢走远，只用木板挡住坑口。天刚亮，看笑话的人就来了。远志，昨晚塌了，5000块听了个响，心疼不？小曼，看见没？这就是你昨天差点嫁的人。爸，别说了。想看？昨晚我怕他们看见，是怕他们抢，可现在他们已经堵到门口，我越藏越像心里有鬼。
那就让他们看见，东西在我院子，那就是我的，谁也别想乱碰。那就看。这下面还有屋！站住！土边虚，掉下去别赖我。远志啊，这地方以前是旧粮站，说不定里面有公家的东西。刚才不是说赔钱坑吗？这么快改口？兄弟，刚才开玩笑呢，你这眼光行啊。昨晚你说狗都不住，话赶话，别当真。我记性好。远志，这院子之前是首富家的院子，这箱子里面肯定是很多值钱的东西，咱们关起门来商量。对呀，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谁都不准下坑，谁也不准碰箱子。东西我院子里面的。远志，咱先别吵，你跟小曼毕竟处过3年，有啥事好商量。昨天我是穷亲戚，今天坑里有东西，我又成了好商量。赵叔，昨天你摔我钱的时候，没说好商量。老马叔，帮我喊刘叔，再让他联系县里懂旧物的人。你傻呀？真有东西你还往外喊？不喊，等你们来分。我没让任何人下坑，不是我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，是我太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容易犯错。东西可以晚点看，规矩必须先立住。你昨晚没动？没动。能忍住不容易。我做见证，看见啥写啥，谁以后乱说，我拿账本对。先说规矩，只看不拿，后面等县里鉴定。我不是不想靠近，我是怕自己一靠近，就变成昨晚门外那些人。真有东西。这事儿不能私下处理。河东养鱼杂记就是昨晚露出来那本，这不是普通书，像是以前看管旧仓的人写的手教。河东旧仓之后，低压3处，可分塘养鱼。此地不怕水多，只怕水死，活水不断，鱼可养人。这写的不就是你后面那片河滩？全镇人都说那片河滩是废地，可几十年前已经有人把它怎么用写在了纸上。金条银元值钱，瓷器书画得交给县里鉴定。至于这本手札，你也别小看，银元花了就没了，方法要是对，能一直生钱。我看见金条的事手比谁都抖，可我知道我这辈子都站不直。那东西要是私拿了……你好，我是河淮湾镇河东废粮站的林远志。暴雨把我后院冲塌了，底下露出一间老暗室，里面有些老物件，你们能不能派人来看看？你别动那些东西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。电话挂掉那一刻，我才敢承认，我差点就伸手了。发现人是谁？林远川，第一时间上报，现场保存完整。你没私自动过？看见了，没拿，不容易，是我怕拿了以后再也睡不踏实。文物类依法收归保管，非文物类贵重物品和发现奖励会按流程处理。你主动上报，后续会有奖励，算他走运。钱没到手，啥都不算。鉴定用了3天，那3天镇上说什么的都有，有人说我挖出金山，有人说我肯定藏了东西，还有人说赵家退一句都没解释。嘴不说不清的事儿，得靠红章说清。几天后，县里的评估结果出来了，流程合规，奖励批下来了。通知送到我手里那一刻，我盯着红章看了很久。这钱60万，合法奖励60万。1998年，很多人一个月才挣几百块，60万砸下来，在这个偏远县城，足够让一个被人踩进泥里的人重新站起来。60万，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数，可我第一反应不是笑，是腿软。爹，这钱干净，这条路我也想试试。奖励款到账后，我去了县城，没有买新衣，也没去赵家门口显摆。我买了一辆2手皮卡，拉了水泵、管子、鱼苗箱和养殖设备。那天回镇的时候，我知道全镇都会看见，我也知道该让他们看见。林远志吗？他哪来的车？后面装的是养鱼的东西吧？林远志，你哪来的钱买车？钱老板，你那辆车是贷款买的吧？
我这辆全款。全款？钱彪那车不是含月拱吗？你少胡说！急什么？我又没说你还不起。我看见赵小曼的眼神了，那里面有震惊，也有后悔。可我现在更想做的，是把这车开到河滩边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河东那片河滩准备开鱼塘，后天开始清地、挖沟、修塘。要帮工的，后天早上到费粮站集合，1天20，管2顿饭。1天20还管饭？远志，算我一个，我也去。林远正，你会养鱼吗？别拿横财往水里扔。上次你扔给我的500，今天还你，利息免了。那天我开着皮卡回镇，不是为了显摆，我是想告诉他们，昨天他们看不起的破粮站，今天已经开出了第1条路。可我不知道，鱼塘还没开挖，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。想靠那片河滩翻身？林整日，你想的太美了。开塘第3个月，我才知道，钱能挖出鱼塘，不能养活鱼。婉志，3号塘不对劲了。6口塘刚放完苗，3号塘先出事了。老板，3号塘又死了10几条，要不要赶紧捞？再拖一会儿，怕全完。奖励款的一半都砸进去了，鱼要是死光，我不是赔钱，是重新变成全镇的笑话。先别乱捞，不捞就等死啊！腮丝发白，条表出血，不是水蛭，是车轮虫病。能治吗？能，但得快。你这6口塘共用1个进水渠，3号塘不隔离，3天之内全塘翻白。全塘？你耳朵没堵，就是全塘。你需要什么？楼搜团、高梦管甲、生石灰，还有人手，今天必须干完。所有人停下，从现在起听宋技术员指挥。老板，这姑娘能行吗？你要是不信我，也可以信死鱼。你呢？信不信？我信专业。那就别废话，动手。那一天，宋敏从早忙到黑，分塘、换水、配药、消毒，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顶用。3号塘的死鱼没再增加，我这口气才算从水里捞回来。控制住了，明天没有新死鱼就稳了。宋技术员，今天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别急着欠，鱼活了再说。还有，以后别光信旧手账，老经验能指路，病害不会照书来。记住了。那天我才明白，真正把鱼塘救回来的，不是暗室里的旧手札，是眼前这个满脚泥的姑娘。1年半后，20年夏末，曾经的烂泥河滩变成了6口标准化鱼塘。曾经等着看我赔光的人，现在挤破头想买我的鱼。林老板，3块5一斤，我全包。3块8，现款，今天就拉。4块，6口塘我全要。好家伙，这一网顶我以前种1年地。跟着远志干，真有奔头。别抢，今年12万斤，人人有份儿。规矩不变，先验制，该过秤，现款现货。林老板这人品没得说。别光顾着听好话。3号塘水色偏浓，下午减料。听你的。林老板现在真不一样了，有钱还听劝。不听劝的人早赔光了。这1年半，我的鱼塘越来越红火，钱彪却越混越差。他看我养鱼赚钱，也跟着囤鱼倒卖，结果行情一变，几10万赔进去，车没了，门面也关了。以前他最爱看我笑话，现在他最怕听见别人叫我林老板。你又去看林元志了？我只是路过鱼塘。路过？你眼珠子都快落他塘里了。钱彪，你现在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好好说！他一个被你退婚的人，现在成了林老板。我呢，车没了，门面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好好说？后悔了吧？是，我后悔了。我后悔的不是没跟他享福，是我当初只看见他穷，没看见他骨头硬。那你去找他呀，看他要不要你。赵小曼，你别回来！有事儿？远志，
我想跟你说句话。说吧。我错了，当初我不该看不起你，我以为你给不了我好日子，可你真的做到了。我做到不是为了让你后悔。我还能回来吗？这句话我以前梦里等过，可真等到这一天，我心里反而很静。小曼，昨天的路我不走第二遍。你怕穷，没错，可你怕到把我看扁了。这道坎儿我过来了，但回不去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想过好日子就自己干出来，别再等别人给。鱼塘缺记账的人会写字吗？会就明天来施工，不会就回去学。这里不看旧情，看规矩。那天以后，我终于明白，翻身不是让谁跪回来，而是你站起来以后，还能按自己的规矩往前走。鱼塘只是第一步。你又盯上什么了？县城那家快倒闭的酱菜厂。那厂背后是周满仓。谁？全县收鱼卖菜的地头蛇。你要碰那厂，他先碰你。鱼塘稳了，我盯上县城那家快倒闭的酱菜厂。鱼卖鲜货只是一锤子买卖，做成腌鱼、酱鱼才是长久生意。可我还没进厂门，周满仓先等在饭桌上了。你就是河湾镇那个养鱼的林志远。坐吃。周老板，我来是聊酱菜厂。酱菜厂的事儿轮不到你聊。这个县水里游的、土里长的、圈里养的，要想卖出去，都得从我手里过。你那几口鱼塘我懒得管，是因为你小打小冒。现在你想吃酱菜厂，你牙口不够。酱菜厂公开竞标，谁出价高谁拿。年轻人，钱不是这么玩的。鱼塘赚了点小钱，就敢来项城伸手。周老板，你这手最好记住今天拍的是谁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酱菜厂你拿不到，鱼也别想出现。那就竞标会上见。你真不懂规矩。我懂我的规矩。5天后，酱菜厂公开竞标，周满仓提前放了话，谁敢举牌，以后别想在县里做生意。大厅里坐满了人，却没人敢抬头。红旗酱菜厂整体转让，起拍价35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00。现在开始。35万。没人了吧？150万。谁？150万。谁？林远征，姓林的，你一个养鱼的，拿什么跟我玩？现金随时到账，主持人可以核验。资金证明有效。160万。200万。你哪来的钱？我的钱干不干净不归你管，竞标只看价。200万第一次，200万第二次，20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林远春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周老板，你在饭桌上拍我脸那一下，我记着。现在酱菜厂我拿了。林老板，真不发工资？欠你们的1分不少。老厂长拖了我们3个月，从今天起不拖工资。那厂子还开不开？开，不光开，还要做鱼产品。河东鱼塘供原料，酱菜厂做加工。以后咱们不只卖活鱼。林老板，周满仓那边他会来。那咋办？账清楚，手续齐，工资发到人手里，谁来都不怕。周满仓来的比我想的还快，不是来谈价，是来翻我的底。林远柱，你事发了，200万来路不明，我实名举报你。
林远柱，请你配合说明资金来源。等你们很久了。这是文物保护奖励证书、拨付凭证、银行流水、酱菜厂竞标保证金凭证，每一分钱都对得上。材料完整，资金来源合法。不可能，他一个养鱼的哪来这些？周老板，你以为我的本钱只有鱼塘？还有这个，昨天有人来厂里换原料，被我们拦下了，人和东西都留了记录，供货单也在。周老板，恶意举报和扰乱企业经营这事儿你也要说明一下。周满仓，你也有今天！以前压我们货款，现在还想害新厂？周老板，还记得你拍我脸那下吗？现在你慢慢记。李老板，以后咱们的货终于不用看他脸色了。开工。周满仓倒了，但我知道，他只是第一道坎。县里的地头蛇再狠，也只是地头蛇，真正的猛兽在更大的地方等着我。孙总，周满仓栽了。能把周满仓掀翻的人，不该只在县里卖鱼。约林远镇，我想见见他。周满仓倒下后，河湾食品的订单一下多了起来。鱼塘供鱼，酱菜厂加工，第一批酱鱼块刚进县城柜台，我以为终于能喘口气，可真正的麻烦是从省城来的。林老板，县城3家供销店都要加货，昨天那批酱鱼块半天就卖空了，还有饭馆也要订，说下饭，客人爱吃。先别乱接，鱼塘产量、腌制周期、包装瓶都得算清楚。他说的对，卖得快不代表能乱扩，质量一乱，前面全白干。宋技术员，现在你也管厂子了？我不管厂子，我管鱼，别被你们糟蹋。林老板，县城供销点来电话说咱们的货先撤下来。为啥？昨天还说卖得好，说是上头有统一安排，柜台要留给省城鼎盛食品。以前周满仓不少货就是走他那条线。撤几家？3家都撤。不好了，包装瓶厂也说没瓶子了，说排产排到下个月。昨天还说今天送。周满仓是明着压人，孙绿华是让你一夜之间没柜台、没瓶子、没路。他还没露面，我已经被他按住了喉咙。现在怎么办？先不慌，能撤柜台，撤不了人的嘴。卖过的、吃过的都会记得味道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货在仓库里堆着，坏了就是钱。那就不进柜台。不进柜台卖哪儿？集市、饭馆、单位、食堂，柜台不要，我们自己送。你这是要硬扛孙痛华？不是硬扛，是先活下来。林远志，坐。孙总找我，有事直说。年轻人火气别太大。我不是周满仓，不喜欢拍桌子。我也不喜欢绕圈子。味道不错，鱼质也好。小地方能做成这样不容易，谢谢。所以我给你一条路，河湾食品并入鼎盛，我给你30万，留你当厂长。30万？你从废粮站起步，能走到今天已经够风光了，再往前，就是你吃不下的局。孙总撤了我的柜台，断了我的瓶子，现在说给我路。生意场就是这样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合适的价钱。我的价不是30万。那你想要多少？我不卖。林远镇，你以为打赢一个周满前就能跟省城厂子掰手腕？他每句话都戳在要害上。我知道他说的对，可如果我今天坐下谈卖场，河湾食品就不是我的了。30万不少了，你可以盖房，可以买车，也可以重新找媳妇。孙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买废粮站吗？听说过被退婚，赌气。不是赌气，是我不想再站在别人门口等人点头。今天也一样。那你回去等着，等货压坏，等工人散了，等银行催款，到时候你会知道
骨气不能当饭吃。我以前也听过这句话，谁说的？一个输给我的人。通知下去，县城所有经销点，谁上河湾的货，顶邓的货就停给谁。明白。我倒要看看他的骨气能卖几斤。孙放花断了柜台，我们就摆摊儿；他断包装瓶，我们就用回收玻璃瓶和纸袋装试吃小份儿。那几天厂里没有一个人坐办公室。河湾酱鱼块免费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大姐，尝一口。这个味儿可以啊，下饭的很。多少钱？小袋3块，大瓶8块。给我来2袋。你不是不管卖货吗？我看口感。太咸了，下午那批盐减一点。你连这个也管？鱼是我看着养出来的，别让调料毁了。林老板，第一筐卖空了。饭馆也来人了，要20瓶。别乱承诺，先登记。好，现货卖完再排明天。哼，你还真买他的东西？好吃，我为什么不能买？赵小曼，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怎么说他的？我没忘，所以我更知道我以前错的有多离谱。以前我最想让他看见我赢，现在他就站在人群里，我却只想让今天的货卖完。不去说2句？说啥？显摆一下。没空。有进步。林老板，今天集市饭馆食堂一共卖出去2000多瓶，还有3个单位食堂要长期供货。别高兴太早，手工包装撑不了太久，瓶子还是问题。明天去周边镇收空玻璃瓶，再找小作坊订一批纸盒。这能行吗？先活下来，再谈好看。林老板，县城商超那边有人偷偷来问，能不能给他们留点货？他们说柜台卖鼎盛的，但后门要咱们的。这孙丽华撤柜，撤了个寂寞。别走后门，要卖就上明账，我们不偷偷摸摸。可这是机会啊！我从暗示那天起就知道一件事：不干净的路走一次就会被人捏一辈子。明白。一天卖空，还不止，明天的都订出去了。我小看你了。孙总现在看清也不晚。摆摊、食堂、饭馆，这些救不了一个厂。你想走远，还得进正规渠道。那就一步一步走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并入鼎盛，我给你50万。不卖。你真以为自己赢了？没赢，但也没输。好，那我们就慢慢玩。他不会停。我知道，孙丽华的柜台没压死我，反倒把河湾食品推到了更多人嘴里。可我也清楚，他真正的手段还没开始。通知包装厂、冷库运输队，谁帮河湾食品，谁就别想接鼎盛的单。第2天，孙丽华的手真正伸了过来，包装厂不接单，冷库说满仓，运输队临时退车。林老板，瓶子断了，冷库不收，老胡这边也说车来不了。元志，不是我不帮，鼎盛那边放话了，我要是拉你们的货，以后县城的活就别想接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这叫卡脖子。胡叔，你今天能来跟我说实话，我记你情。我也难，那咋办？我不怪你，货做出来运不去，就全压厂里了。我知道孙刘华厉害，可他越卡我，我越明白一件事儿：河湾食品不能一直靠别人的车、别人的瓶子、别人的冷库活着。老郑，通知工人，今天先停半天。停工？不是认输，是开会。开什么会？河湾自己的供应链会。今天请大家来，不绕弯子。孙丽华要断河湾食品的路饭碗，但河湾食品不是我一个人的饭碗。林老板，我那小作坊做不了大厂瓶。不用做大厂瓶，做小瓶、宽口瓶、回收瓶清洗都行，只要干净、合规、能用。我那冷库小，放不了多少，先放一部分，分散存，不把命搭在一个仓里。运输呢，我手里就2辆小货车，短途送饭馆，
食堂、集市够用。县城大单先不急。我们能干啥？清洗瓶子、贴标、装箱、送货、摆摊，按件算钱，日结。这事要是做起来，不光河湾食品活，镇上不少人都有活干。你这是把厂子拆成全镇一起干。孙丽华卡大路，我就走小路；他断一个大供应商，我就找10个小帮手。这能成？我试试，只要你不拖钱，我就接。所有账周姐记，谁干多少，什么时候结，贴在厂门口。那我也干。县城的长途我怕，镇上的远缝我不怕。我也给你腾一间小库。这就对了，别人有大厂规矩，咱们有河湾办法。我不敢保证大家一夜发财，但我保证河湾食品不拖工钱，不压货款，不让大家白忙。孙丽华想断我的供应链，他没想到，他这一刀，反倒把河湾镇的人推到了我身边。第一批300个，先用着。记账，今天结一半。县城饭馆15箱，镇食堂10箱。先走哪边？先饭馆，再食堂，路上别压货。这批盐度稳，别晒，放阴凉。林老板，这一个算几分钱？1分钱一个，多贴多得，晚上结。那我贴到天黑。林老板，3家饭馆要加单。你这小路走得还挺快。小路人多了，也能走成大路。孙总，河湾食品没有停，他们改走饭馆、食堂、集市，还组织镇上小作坊供瓶子。销量呢？比车柜前还高。他们现在打的口号是河湾自己做，河湾自己卖，镇上人都在帮他们。他倒是会借人心。要不要继续压？压供应链没用了，人心一起了，越压越帮他卖货。那怎么办？从质量下手，只要出一次问题，他的人心就散了。找投诉，不要留下脏手脚，让经销商质疑，让食堂暂停，让市场自己害怕。林远志不是讲规矩吗？那就用规矩困住他。3天后，抽检来了，不是大吵大闹，也不是砸门封场，2个人几张表，一句有人反映质量问题。有人反映你们产品，就让整个厂安静下来，存在变质风险。我们按流程抽检。我们每天都查，咋会变质？原料入库记录、盐度记录、封装时间、水质检测都在这里。哪一批哪一天做的，鱼从哪口塘来，谁加工谁封装都能查。他们要是按规矩查，我们不怕。我怕的就是有人不按规矩。初看记录完整，现场卫生也符合要求，样品带回检测。这批货先别出货。不能出货，那订单咋办？流程要求。这就是拖死我们。孙丽华这次没断我的路，他逃路变成了等1天，货压1天。现在怎么办？等3天，人心就慌3天。不卖这批。那卖啥？现场做新批次，公开加工，公开试吃，让买家自己看。把规矩摆到他们面前。对，他用规矩困我，我就用规矩给自己开门。林老板，你这是把厂子搬到院里给我们看啊？你们担心质量，我就让你们亲眼看。这批货检测没出来，我们确实不敢收。没关系，这是今天现场新做的小批量，现场登记。现场封装，现场试吃，不满意不定。今天用鱼来自1号塘，早上现杀现腌，盐度、时间都在黑板上，谁想看自己看。我先尝，我自己贴的瓶子，我怕啥？味道没问题，我要20瓶，先放店里卖。我们要50瓶，但要按这个记录走。可以，每批都有记录。袁主任。你这厂子啊，越来越像回事了。别看我，看订单。林老板，刚才又来了2个饭馆老板，说看见公开加工，放心了，要订货。孙放华想用规矩困住我，可他忘了，我从按时那天起，走的就是规矩这条路。孙总，河湾食品检测合格，而且他们公开加工后订单又涨了。
有意思。不压了，还压吗？准备合同，我亲自去河湾。检测合格后，河湾食品的订单没掉，反而涨了。以前大家买的是味道，现在大家买的是放心。孙丽华终于来了，不是让人传话，而是亲自走进了河湾食品厂。林老板，孙丽华来了。孙总，稀客。我以为你撑不过3天，我也以为会很难，结果呢？确实很难，但没死。你就是宋敏，林远志能撑住镇水产站的，你功劳不小。鱼活着是技术，厂活着是他能扛。我今天不是来压你，是来谈合作。合作？鼎盛食品可以给河湾水品进省城柜台，包装、冷链、渠道我们都能给。条件呢？鼎盛占60%，你保留厂长位置。孙总，这不是合作，这是收编。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可你要走出县城，就绕不开大渠道。绕不开，不代表要跪着进。林远慎，你现在确实有点本事，但人要知道边界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说不合作。河湾食品可以给鼎盛供货，但品牌不并入，配方不转让，工人不裁，河湾镇本地供货优先，省城渠道利润按单结算，不占股。你在跟我谈条件？是。你凭什么？凭这里的人，凭河东鱼塘，凭检测合格的产品，也凭你压了这么多次都没压死我。从赵家晒谷场到今天这张桌子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太久，不是为了赢谁，是为了终于能坐着谈自己的价。林远志，你比周满仓难缠。我不想难缠，我只想把饭碗端稳。我拿回去看。慢走。你这个条件我未必答应。那我就继续自己卖。好，3天后我给你答复。林老板，你刚才真敢说呀，这回不犯蠢。这回没犯蠢。夸人能不能直接点儿？不能，怕你飘。3天后，孙丽花答应了，河湾食品不并入鼎盛，只签供货协议。都排好。河东鱼塘边比过年还热闹，不是因为我发了财，急也没用，宋技术员看谁不顺眼，照样刷下去。而是河湾镇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品牌。老马，你再乱喊，我先刷你。远志，当初你拿5000块买这地方，我真以为你疯了。我当时也差不多。现在呢？现在觉得疯一次也挺值。林老板，新工坊那边牌子挂好了，走看看。这本旧手足你还真留着？当然留着。你不是说旧经验不能照抄吗？所以放在这儿，不是让大家照抄，是提醒大家，别人看不上的地方，也可能藏着活路。暗室里那枚复制品真的上交了。你还挺守规矩。不守规矩哪有今天？从5000块买破粮站到现在，像做梦吧？不像。为什么？梦不会这么累，但累得值。很多人说我是买破粮站买出了宝贝，可只有我知道，真正的宝贝不是金条，不是银元，也不是那笔奖励，是我没伸出去的那只手，是那个敢从泥里开出的鱼塘，是后来站在我身边的这些人。